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长安24计诚意复仇成功，却葬身火海，彩蛋揭示他没死，前沉默再提暗藏惊天秘密。长安24计25日迎来最终章，当观众沉浸在主角谢怀安复仇成功的快意中时，却被结局那悲壮而又充满悬念的一幕彻底击穿了心房。荧幕上，冲天的火光吞噬了谷仓，也吞噬了诚意饰演的谢怀安与最终反派铁木王王劲松氏的身影。英雄与魔头同归于尽，这似乎是为这场绵延20年的血海深仇画上的最惨烈的句号。正当无数粉丝扼腕叹息，以为等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时，片尾的番外篇却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让所有人的情绪瞬间逆转。幽暗的地牢深处，国师岑伟宗倪大红是缓缓走向一个背影，那身形分明就是观众以为早已葬身火海的谢怀安，一具石罗曼山祭坛的神秘人。想请你帮个忙，伴随着一张神秘纸条上走完这一遭，前尘往事，莫要再提的字迹，瞬间引爆了全网。他没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石破天惊的一幕，不仅让谢怀安没死的词条飞速冲上热搜，更让无数观众彻夜难眠，纷纷化身列文虎克，逐帧分析这背后隐藏的巨大信息量，对第二季的期待值直接拉满。有网友激动地评论道：“我直接给编剧跪了，上一秒还在为谢怀安哭到昏厥，下一秒就告诉我他还活着，这种心情谁懂啊？简直是坐过山车，心脏都要骤停了。”让我们将时间倒回至那场惊心动魄的终局对决。当所有人都以为谢怀安的复仇之路终点是首任灭门仇人严凤山张涵予事时，剧情却上演了惊天反转。原来严凤山不过是棋盘上一颗被利用的棋子，他背后的操盘手，那位权倾朝野、心机深沉的铁木王，才是导致谢家悲剧的始作俑者。于是，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昨日的死敌，竟成了今日的盟友。谢怀安与严凤山，两个背负着同样沉重宿命的男人，为了共同的敌人，也为了风雨飘摇的长安，达成了短暂的合作。而谢怀安为铁木王布下的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死亡陷阱。他深知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在武力上与铁木王及其麾下的暗卫有天壤之别，因此他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智慧。他先是设计让严凤山假死，以此麻痹铁木王，再上演一出精彩的调虎离山，将铁木王身边的护卫尽数引开。当铁木王自以为胜券在握，走进那座孤零零的谷仓时，他早已踏入了谢怀安用生命构建的棋局终点。谢怀安胸口插着匕首，步履蹒跚地走进谷仓，脸上却带着一丝决绝的微笑。他缓缓说出那句贯穿全剧的台词：“从我回到长安的那一刻起，胜负早已决定。”话音未落，他用尽最后力气，将匕首狠狠划过布满粉尘的墙壁。刹那间，火星迸发，弥漫在空气中的细微粉尘被瞬间点燃，化作一条吞噬一切的火龙。这就是一场凡人对顶级高手的降维打击，粉尘爆炸。他用最基础的物理原理完成了一场最壮烈的复仇。这一幕让无数观众叹为观止，网络上的讨论热度空前。诚意演的谢怀安真的封神了，谁说男主一定要武功盖世？这种运筹帷幄、智商碾压的感觉才更带感。双引号，这才是顶级谋士的魅力，以天地为棋盘，以自身为棋子，看似走进了死局，实则是在绝境中开辟了唯一的生路。剧集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高潮的酣畅淋漓，更在于他对悲剧内核的深度挖掘。那段插叙揭示的往事，让所有人都唏嘘不已。原来，
严凤山之所以背叛谢怀安的父亲刘子温，是因为当年他奉命去救主母，却被困粮仓，断水断粮，在极致的绝望下，为了活下去，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这份刻骨的仇恨，让他将屠刀挥向了昔日的恩主。然而，当真相大白，观众才明白，这场悲剧从头到尾都是铁木王为了削弱刘严两家势力而设下的毒计。他精准地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轻轻拨动了命运的琴弦，就让两个曾经的挚友家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仇恨深渊。张涵予将严凤山这个角色的挣扎、悔恨与疯狂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老戏骨王劲松饰演的铁木王，则是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不寒而栗的存在。他们的精湛演技共同撑起了这部剧厚重的悲剧底色。最终，谢怀安以身入局，终结了这场由谎言构筑的仇恨。但番外篇的出现，却让故事的格局瞬间被拉得更大。地牢中的谢怀安究竟是谁？是金蝉脱壳的本人，还是一个长相酷似的替身？石罗曼山祭坛的神秘人又是何方神圣？前尘往事，莫要再提，是否意味着他将彻底告别谢怀安这个身份，以全新的面目卷入一场更宏大的阴谋之中？这些疑问也让《长安24记》的第2季成为了2026年最受期待的剧集之一。他用一个反转到最后一秒的结局告诉我们，长安的故事远未结束。